在潮州，食物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物。潮州人对食材固有执念，愿意花费极其繁杂的功夫，选料搭配，精工细琢。他们的嘴有多挑剔，对生活就有多讲究。在费尽心思得来的烟火气里，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在潮州，迎接人们的第一餐，离不开一碗热气腾腾的碳水化合物。但一碗主食搞不定潮州人的胃，粉果面的尽头是各种蛋白质，肉末肠粉、牛肉丸果条、猪杂汤面，定然是荤素搭配，才能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潮州牌坊街开元寺旁有家网红小吃店，正是一碗特殊的小吃吸引了各地的食客来打卡。你好，你好，来一个招牌吧，果汁。果汁是他乡的潮州人最惦记的早餐之一。果汁其实是米磨成浆后烤或蒸制的，滑溜到很难夹起。本地人一定要搭配上各式卤水，再撒上香腾腾的葱猪脑，卤水果汁立马有了潮汕的属性。就是我们两夫妻现在开的这个店，差不多要8年了。我亲生他就专门去求那个卤味。尽管白天要在店里工作13个小时以上，但每天凌晨6点，林丽珍都会和往日一样，准点来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兄啊，这等搞捞好不好？哦，要整捞啊！啊，那谢谢哦。对啊，我哋整理咗係，咁啊，好。阿公，我們今買來吧，我等等你本來就嘅計劃來處理，了你過來過了，你就改個結個這個改結，結個來結有錢啊！好，我來結。潮州果汁通常搭配卤味，虽然开卤的食材不贵，但是过程极其繁杂，没有耐性，难以处理。店里只做6种卤味，因为陈子明要把时间留给最花功夫，也是最让食客惦记的猪肠。處理得等就想麻煩了，我哋其他主要就是那就得等就叫辣，就雞啊，該處理白咗嗬。到呢做嚟佢過時處理，所以大家清楚。你就處理乾淨了，你攞給他滷。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10种以上，南姜、八角是主角儿，小火煸炒几分钟即能逼出香味儿，倒入布袋，每家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以前實擺嚟就加嚟就簡單就可能創新喎，簡單就可能改良。我這適合大整喎。卤水調色的關鍵是熱鍋下白糖，待白糖全融化後，加入1勺開水，糖色魔術般變得锃亮透紅。煮上來煮到開為止，然後就下生抽、老抽，還有一路，還有下糖，差不多的時候就來下這些肉啊。食材的屬性不同，為了卤得恰到好處，陳子明會把6種食材分鍋煮，而不是一鍋燴。卤豬腸、卤五花肉、卤蛋、卤豆腐、卤苦瓜、卤腐竹，正是他願意費功夫，才成為了店裡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另一邊，林麗珍驅車2公里進到一條小巷中，他要找的周國興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30多年來，周國興每天只做1種食物——果汁皮。
也是周边早餐店的供货主力。和大多数果品一样，果汁皮的原料会选择本地的大米。不同于揭阳地区的蒸制，潮州用的是烤制。烤制同样是个考耐性的活儿，2个炉子同时开启，近300度的高温，2分钟翻一次面，稍不留神就会烤焦。老道的周师傅对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余。手工烤制的果皮和机器制作的最大不同，便是果汁皮上会有很多小孔，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儿。Chàng lại kia. Lại, ông nhà sinh đi khó gì? Xia đi nói định yêu. Gia đình ai khi đi rồi à? Ông đi ở sạp cưng ấy. Sạp cưng à? Sạp cưng với khó lên, do bỏ ca chọc quả cưng nè. Cá chú giác khí cơ liều ha? Mỗi lần chú tôi hả? Cả quay lại. 回到店里，林丽珍一刻也没有休息，马不停蹄拿出切好的葱粒儿，小火不停地翻炒。20分钟后，翠绿的葱粒儿要变成深褐色，才能成为潮州人口中的葱猪牢，和果汁搭配刚刚好。果汁店的每一味配料，夫妻俩都是亲力亲为，8年如一日，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在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这家小小夫妻店，让最挑剔的顾客都能成为宣传员。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潮州菜是中国4大菜系粤菜的主干，而老广对鹅情有独钟，1年可以吃到全国1/5的鹅。战斗力爆表的大鹅，面对广东吃货，最终都化为一句：没有一只鹅可以活着走出广东。而这话带到潮汕，那便是没有一只鹅能逃得过被掳的命运。潮州有句俗语叫“无鹅不成宴”，掳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最早产于潮州饶平福滨乡的狮头鹅，更是让掳鹅红遍全国。狮头鹅呢，是以前就是一种吉祥物嘛，就是应的化身，有什么好事啊、喜事啊，都会掳一只这个狮头鹅。从小对掳鹅尤为喜爱的周明成，是拥有1万多只狮头鹅的隐形富豪。狮头鹅的额头和脸颊两侧长着硕大的肉瘤，正面观之形如狮头，因而得名。它的背上还长了一层灰黑色的鹅毛，犹如身披铠甲。要比个头，狮头鹅一定是常胜将军。一般养殖120天以上才可出栏，养得越久，身价越高。养到2年以上，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如果要达到那个肉瘤很大那个程度，那就养到4、5年。一般我们在卤制的时候，挑选的这些老鹅都到4年以上的。每天7、8点上市售卖的卤鹅，天未亮已经在卤水里泡澡了。柴火大鼎，古法卤制，虽花功夫，也更添人情味儿。鹅的每个部位卤制时间是不同的，有经验的师傅要进行多次吊水、淋卤汁等工序。这样卤的鹅它会收汁，让这个鹅会更香一点。你如果用煤气用那个大桶的话，它不会收汁了。我就只能这样子做。如果去换别的方式，做下来那个味道我不喜欢，那我还开这个店干嘛？这个吊汤呢，要丢到里面肚子里面的血水，它更容易熟嘛。一般一只鹅要遛2次3次。大火煮开，转文火。狮头鹅一般要根据体型卤制2到3个小时，老鹅时间更久，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入味儿。
鹅的灵魂在于卤水。在潮州，各家卤鹅都有秘而不宣的配方，不过加南姜是每家的共识。有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卤味嘛，吃我们潮汕的卤水，所以我自己养了这些鹅，就种这些南姜来卤。南姜这种潮汕地区特有的调料，天生带着一种熏烤的芳香。比起其他姜种，南姜少了些辛辣，还略微带甜。至少要种植2年以上的老姜，才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为此，周明成特地在老家种了10几亩地，专供自家卤鹅用。像我手里这种比较黄的，就是比较老的；像这种比较白色一点的，就比较嫩，越老越香嘛。姜还是老的辣。这个姜拿回去之后呢，又重新再挑选一下，老的就拿来卤鹅，嫩的就拿回去重新种起来。老師啊，咩成日整咩？蒙呢就做照嘅攞嘴，呢度就直接個果啦落去。我哋落個果啦，落果啦呢，細隻就攞嘴就定係只話我最後以正正出個高。对小时候的卤鹅味道念念不忘的周明成，请来了潮菜非遗传承人方树光老師指點1、2。我蒙呢就你要落啲蓮子頂香啊。即落咗嚿型啊嘛。佢攞嘴是好落丁香，但作為我簡單嘅意見，甲從到正解伊每一份誒，我就分對落丁香。丁香呢，嚟會大咁貴，就攞嘴勾落，直接留啲落最後，伊係必勝。花椒、八角、桂皮、甘草、香叶等香料能为卤水增香提味儿。经过反复的调试，周明成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香料配比。配上这一锅好卤水，鹅将军才能在高手云集的潮菜中战无不胜。卤制好的狮头鹅，卤水的颜色深深地附着在鹅肉上，棕红色的鹅皮油光闪闪。在潮汕地区，卤鹅都是冷吃的，挂上一会儿晾凉，让水分沥干一些才能售卖。生意好时，周明成的店一天可以卖出300多只狮头鹅。好鹅肉常有，老鹅头难求。金贵的老鹅头甚至卖到1000块钱以上，得提前预定才有。潮州卤水鹅被称为凉菜里的劳斯莱斯。晾凉的狮头鹅肉质层次分明，紧实有弹性。吃的时候蘸点本地必备的蒜泥醋，醋的酸中和了鹅肉的油脂。紧致的鹅脖，细嫩的鹅肉，富有胶质的鹅皮，在与味蕾接触的瞬间，感受到的不是咸，而是沁人心扉的香浓。卤水递进的口感，让每次咀嚼都迸发出新的味道，越吃越香，越嚼越美味。潮式卤味味浓香软，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深得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潮州人的喜爱。潮州卤水以其繁复而独特的工艺，飘香300多年。清晨6点，粤潮市场的人流就开始涌动。这个潮州城内最大的海鲜市场，仿佛海洋生物的陆地之家，各色生猛海鲜汇聚一处，等待被人拣选。5年来，叶建波每天都会准点来到这里。只係呢啲界開啊，過年啦。
这个地方要饱满一点，也要看它的颜色是老不老。它颜色比较深一点，老的螃蟹就比较好吃。叶建波从厨30多年，海鲜的挑选工作从不假手于人。叶师傅工作的粥店门脸极小，但因口碑极佳，哪怕是受到疫情冲击，店里也是客流不断。64岁的叶师傅每天5点半起床，7点多到店。开工前，他必须抓紧时间打个盹儿。就要一个粥是吗？对，好的。比起节假日每天700人左右的客流，今天的午市说不上忙碌，后厨有条不紊地接单出菜。店里所有的海鲜早上进货啊、加工啊、腌虾、腌蟹都是我负责的，这个是我的天地。现在我处理这个蟹是要做那个虾蟹粥。今天挑的螃蟹膏就是这么白。我再空开好。浸泡了2小时的东北大米下入香浓骨汤，3分无火煲滚，7分文火煲透，还要不停搅拌，防止米粥糊底。当粥底变得鲜香奶白，就是当季虾蟹入场的号令。现点现煮的虾蟹遇到粥水，即刻变得更加鲜甜。这一锅绵稠的海鲜砂锅粥，不知暖了多少潮州人的胃。传统鸡粥内加入韧鲍鱼，再调入南瓜糜，增加甜润的口感。网红粥品金汤鲍鱼粥就成了。随便舀起一勺，扎实的配料充斥眼前，热气腾腾又豪气十足的粥品就这样在小店 C 位出道了。虽说粥品是小店的主角儿，但老叶煮里的潮式生腌也绝不示弱，甚至可以说是镇店之宝。生腌海鲜，它看似黑暗料理，实则鲜美无比，素有潮汕毒药之称，是海鲜的极致吃法，令人欲罢不能。生腌海鲜的做法并非潮汕人发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潮州人万物皆可腌，可以说对生腌的喜爱到了狂热的程度。好，那个逼啊！在店主林志强看来，生腌没有定法。虽说在潮州，腌制的海鲜吃的就是生鲜，但味儿则各有各的绝活。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林志强调整了传统腌料。配方主要是我们老板的配方，他有秘方，就我一个人知道。几10年的老朋友啊，都像兄弟一样的。40年了，你有。两位老友终于在5年前开始共事，多年友谊形成的信任与默契，让林志强把秘而不宣的配方交到了叶建波的手上。洗净的鲜活膏蟹放入容器，等待他们的是10余种精选腌料。香辛料需要提前拍松，破坏紧致的结构，才能让其在腌制过程中充分释放香味物质。倒入特制腌汁，没过膏蟹，再加入3种高度酒，放入冷库，72小时后便可开始享用了。在香辛料和腌汁的作用下，蟹肉的蛋白质发生变性，黄色的蟹膏变成金红色。潮州人吃腌蟹，切件讲究块块见膏，只需轻轻一吮，丝滑柔嫩的膏体紧致软糯的蟹肉，便可在口中释放出最鲜美的风暴。 4个字：真材实料。
每天这些食材都是靠叶师傅，他这一关给我把紧了，练的柱子，大柱子，是吧？那老板看得起。一旦吃过生腌咸蟹，所有煮熟的菜肴将变得索然无味，上菜的次序自然也是生腌最后压阵。客人对叶建波出品的生腌欲罢不能，这种认可让他也倍感鞭策，哪怕年过花甲，依然日夜辛劳，凭借一双巧手，对盘中之餐孜孜以求。彭向荣被称为潮州餐饮圈的第一帅厨，做着全潮州第一个用铁板烧来烹调潮菜的料理店。今天是徒弟们的表演时间，一大早他便来到了店里。大家好，今天考核的菜都准备好了没有？在准备。好，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 OK。今天考核的第一道菜就是桂花炒素翅。这道传统潮菜用铁板做，最难的就是把握火候以及铲子的操控。桂花炒素翅，煎的时候刮铲一定用力，就是贴着那个铁板，用力的铲上来，它才不会粘锅。难度比较高一点，能够炒出这样已经不错了。 食不厌精的炒菜，向来讲究精细和做工。优质原材料的选择，更是一道佳肴的核心保障。彭向荣会亲自去寻求当季的食材来调整菜单。60公里外的浙林镇是饶平县渔业生产大镇，渔业资源丰富。 此时的燕母蟹正是膏黄肉肥的时候。啊，给你聊过不？睡觉来，快。好呀，等下好回来。好，来有我来。哦。啊，咱伊无鱼就改去叫厝两鱼，就伊个后面啊，咱就来找伊有把加上豆有球，伊就有够肥。回去就好。而家明顯係夠遲啊，你都從阿爸啊。 这条件要准呀！哎，记住哈，记住，我叫你熟看。好嘅。回到厨房，彭向荣开始独自研发新菜式，用当季的燕母蟹做一道水晶蟹肉球，这是借鉴了传统冬瓜白玉卷的做法。不过难度升级，把它做成16球的造型。 而最考验功夫的就是如何处理外皮，需要选用本地的大冬瓜，把冬瓜片成同等大小的1毫米厚度。飞水的过程不能太熟，也不能太深，太深了太硬都不好定型，太熟的话很容易烂掉，所以这个飞水的时候很重要。 另一边，蒸熟后的燕母蟹拆肉备用。热锅下油，用白蛋清拉油。拉油的温度大概控制在80度到100度之间，让这个蛋白水分不要流失，才能保持这个蛋清它本身的鲜味。锅里加入高汤及调味。 加入蟹和鸡蛋清，搅拌均匀。冬瓜肉滑，用片好的冬瓜肉做外皮，包裹蟹肉馅料是个精细活。稍微不慎，外皮就会破开。最后用芹菜封口，隔水蒸3分钟。软嫩清新的冬瓜包裹着鲜甜的蟹肉。 不油不腻，相得益彰。下一道菜，也是极花功夫和心思的菜式，借鉴传统猪脚冻的做法。厌倦了大盆菜造型，
彭向荣觉得做成石头形状更能吸引眼球。猪皮熬煮40分钟后，加入煮好的上汤及酱汁调味，搅拌至汤汁粘稠，放入冰箱冷冻。这道菜最难的就是石头外表的制作，用墨鱼汁熬制的汤汁烧开，加入烤干的香菜碎，用来表现石头的亮黑色。汤汁温度必须降至30度左右。整整2个小时，猪皮冻凝结成型。彭向荣最享受的就是食物造型。就是这个外皮这个浆温度控制一定要控制得好，温度太高的话挂不上浆，温度太低的话这个浆就挂得太厚，外皮就不够光滑。经过10几道工序的制作，一道疯狂的石头就完成了。胶质满满，看似坚硬的石头，实则入口弹牙，特别的搭配制造出难以名状的口感。厨师的工作有趣又累人。做了30年炒菜的彭向荣，厌倦了传统的老派做法，对研发新菜式很是热衷，喜欢从不同角度去改造传统炒菜，常像做实验一样研究食材的搭配及菜式的造型，也很享受这个漫长而费功夫的过程。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回来了，彭向荣总会做几道他钟爱的潮州菜。儿子独爱一种奇特的水果，果形圆大，果皮光滑，成熟时呈赤黄色，初品苦涩，久而回甘，其独特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汤威啊，喂，也去油柑，我成日找个有好嘅油柑，这只叫咩噶？这叫做亮珠，我食试台，去试台。你系买毛咧？吃皮比这个再好的，这个就叫做吃皮，你吃台。甘甘甜甜，该汤加排骨汤最好啊。回到家里，彭向荣开始忙活起来。酸涩的油柑是煲汤的利器，鹧鸪与油柑焖煮，鹧鸪细嫩，油柑微酸，滋养补虚，开胃化痰。粉肠最怕腥，与油柑一起焖煮，去腥解腻，甘甜可口。猪颈肉整块白灼，蘸上秘制酱油，鲜香肉嫩，入口即化。做法简单，火候讲究，最能体现食材的本味。这也是炒菜的魅力之处。来，好，开始。我油柑就比較有清口，係一定咧要甘清口回甘。被油烟熏了30年的彭向荣，依然像当年那个18岁刚入行的小伙子一样，帅气不改，激情不变，在掌勺的小小空间里，保持着对美食的好奇和探索，在炒菜的创新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潮州人擅长将简单的食材精细化、极致化，一饮一食里要有满满的仪式感。不论是老派的炒菜，还是新派的炒菜，细细品一品，每一口都让味蕾享受一次绝对的欢乐。这其中大雅大俗的用料，大精大拙的技艺，正是潮州菜的功夫所在。声音监控一下啊！啊，就弄到了。好，这边 OK， 收。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